医生说没什么事儿了，就是头上肿了个大包，抹点碘酒消消毒就好了，不用打破伤风针了。所以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大惊小怪的，行不行？行。哎，我这不是怕卢卡出点什么事儿，没法跟你交代吗？喂，那总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失约了。我都到那儿了，然后我突然接到我朋友的电话，说他被打了，那我得赶紧走啊，我去帮他。然后我这一着急也没跟你说，哎呦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没关系，你朋友没事吧？啊，现在没事了，现在什么事儿都没了。那个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俩能不能现在出来再见一面？今天就算了吧，太晚了。我们下次找机会再见。晚安。新能源汽车肯定是一个发展趋势，但是根据你们去年1年的订单数量，在我可以预计的时间内，我看不到你们可以迎来一个收入的爆发期。你们的电池技术能不能成为新能源汽车的主流技术？这个问题可以再解释一下吗？我们这个电池技术现在遇到资金瓶颈的问题，没有办法进行规模化的生产。如果有办法进行规模化生产的话，我相信肯定能成为主流技术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有位姓郭的先生来找您，说要拿他的书。书？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有一本瑞士旅游手册，上次落在洛菲斯了。你要是最近什么时候有空，你帮我去找找。啊，我桌上有一本瑞士攻略，他上回在我这儿落下了，你帮我拿给他吧。好的。哎，告诉他，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。哎，您继续。郭先生，请问是这本吗？哦，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电池技术应用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当中，我有信心能够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还好吗？还好啊。那总，您看看这份数据吧。昨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，我都到了酒吧了，然后突然之间我接到电话，说我一哥们儿跟别人打架，差点被别人打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在开会。哦，我从西藏给你带回来的绿萝花，我可不是送礼啊，这也不值钱。但是它是雪山上的东西，别的地方都买不到正宗的。拿着。关键是我听说这绿萝花能减肥。
帮我看看，多提提宝贵意见。真的对不起，我要进去开会了，他们都在等我了。对不起，赶紧下班。我先走了啊，电话联系，拜拜。怎么回事儿？一个神经病跟我套近乎，送什么项目计划书？您继续。服务员，给我来2份酱小白。好嘞，谢谢啊。不行，我得再来一串鹌鹑蛋。哎，一人一串差不多得了。咱公司刚开张，也没什么经费。你来点白菜吧，好吧？你吃点白菜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这一半分你。我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我们俩天天愁眉苦脸替你想办法，想的我都快得脑瘤了。不是，问题是你想出办法来了吗？不成熟。说说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你闭嘴，我说。老大，我呢背着你跟卢卡谈了一下，我不是不相信你啊，我就是想问问卢卡，因为我是一个外行，咱们这个魔晶开发到底有没有前途？卢卡两眼放光的跟我说，前途非常远大。以前咱们开发那个密码锁软件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所以这话我就信了。我这辈子呢，除了信我妈，也就信你们俩了。我妈为我结婚准备了50万，我想的是可以先把这钱拿出来用用，比如说20万、30万这样的，就当成我进这个公司的股份。所以我决定结婚了。你要结婚了？跟谁啊？跟我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不会是生米都煮成熟饭了吧？我的天哪，大哥呀，你能不要这么猥琐吗？我能看得上他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就先跟我妈说我跟卢克结婚，然后把钱拿出来用。骗呀！骗啊！不合适吧？那你告诉我怎么办？咱们坐大马路上等着捡钱包啊？别吃了，看我是不是胖了？还好。你换个角度，你认真看看我，是不是胖？没有啦。你说那个人他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跟他很熟吗？他为什么让我减肥？他凭什么让我减肥呢？码农啊，就是这样，智商高，情商低。他有情商吗？我猜啊，他本来是想恭维你一下，但说出来的话呢，又像是在讽刺你。但是他绝对没有恶意啊，你别往心里去了。好吧，我接受他的恭维，从现在开始减肥，一天只吃1顿。减肥。你不是要把魔晶做出来，然后在苹果商店上架，才能去做 A 轮融资吗？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做得出来吗？一日3餐都在街上吃这破麻辣烫，早知道我不辞职了，我不爱吃麻辣烫。还急了？我不是指责你，你这么说，我心里特别感动。我心里的感动啊，如潮水一般。哎，真的，你都这么对我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事儿干成。不然你说你将来要真嫁不出去了，我还得把卢卡折个旧搭给你。别问我这就，我不乐意啊！哎呦，您放心啊，我赔钱我认了，我用不着你做抵押，吃你的白菜帮子。但是有个问题，
卢卡脑子反应慢半拍，你说到你们家把戏演砸了怎么办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要不这样，老大，你来演，反正你也结过婚，你有经验。免，我还离过婚呢。到时候去你们家，你妈问我，我一准实话实说。那就定卢卡了，就你了。老大，我有第六感，将来咱们一定能发大财。再吃麻辣烫的时候，一口素都不要。来，干杯！这多少钱啊18999。一共就拿30万，这一下花出去19000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能退。行，就是他了，开票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多长时间之内能退啊1周之内都是可以退的。纳兰，纳兰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能不能不一惊一乍？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那个叫我减肥的那个人。你知道他为什么管我叫纳总吗？对啊，这件事我还想问你呢。就是那天少爷到公司闹，你没心情，我替你接待了那个做密码锁项目的郭新年，他叫郭新年。美女，方便留张名片吗？他当时管我要名片，我没带，我就把你的给他了。纳兰，他把我当成你了。你行不行啊？那你跟我说一声呀！哎，去，现在打电话告诉他。我就不告诉他，谁让他叫我减肥啊？哎，亲爱的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等会儿我。你收拾好了没有？快了。哎，郑文，别走啊，请客呀！请什么客呀？我赶着回家呢。哎，大伙儿都过来！哎，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这哥们儿说他的邮箱级别特别高，我根本进不去。结果我今天40分钟就拿下了。哎，你们说他今天是不是该请客呀？请客！别捣乱，别捣乱！王小芒，我说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你说你攻克了我的邮箱也就罢了，你干嘛拿我的邮箱给大伙发小电影啊？你收到了吧？你们都收到了吧？哎，你们这群臭流氓，能不能别什么都发呀？哎，行，不往前发。张满和何小芒打赌说他邮箱级别特别高，攻克不了，没想到何小芒40分钟就黑进去了。刘总再见。我走了。行吧。当然有一点，何小芒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别再打我电脑主意了啊，不然我告诉你，我饶不了你。进哥。纳总，你先忙，等我回去我去看你，我给你带土特产。送给你。京城，你到底让我去你家干什么？我没时间陪你玩。你过来就知道了。妈，
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妈，那个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卢卡，这是我妈。妈，阿姨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这小伙子，你怎么就跪下了呢？阿姨，我今天就是来向你们家姑娘求婚的。你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那你求婚你也不，赶紧让他起来，让他起来，起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，快起来。坐下说啊。你们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我这戒指都买了，3.5万呢。啊，对，刚才刚的这大钻戒，您看看。哇，这多少克拉的？真是破费了。哎呦，你们这个保密工作做的可真好啊！啊，我们俩这不是同事吗？平时比较低调。卢卡，哎，你是不是可以自我介绍一下？对，您好，我叫卢卡，男，未婚，身高1.80米，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，今年28岁。你都28岁了啊！哎呦，那这真是不小了，得赶紧办了，这事。对。那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？那我妈一上来就会问小卢啊，你的理想是什么呀？你妈怎么把透露出来啊？年底就领证。年底就领证，这不对啊，这还剩小半年，婚宴都不一定订得到啊！我们明天就要预约去了，那得抓紧。那么，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？那下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是怎么恋爱上的呀？什么时候要小孩？哎呦，你不要看他嘛，你要看着我。我希望咱们俩呢面对面1对1的沟通交流，我要听听你的想法。那就领完证就生呗。领完证就生，你们年底领证，当年底。哎，你是不是已经怀孕了？没有妈，不是，您别听他瞎说，他这人说话就那样，颠三倒四的。我们俩都是好孩子，对，乖着呢。乖着呢。过来。手啊！松开点！行啊，圣女，现在碰不得了是吧？手松开呀！那卢卡，认识我们家杨以前，谈过几个女朋友？我要说没谈过，我怕你也不信，但我反正是都白搭。为什么呀？就他们觉得我高冷。高冷？对，就是他们觉得我就特别高傲，然后特别冷漠，然后见谁也不大爱搭理。我那其实不是高冷阿姨，我是高度近视，我看不见人家。你高度近视啊？啊。我看你度数可以啊。没什么毛病啊。我前一阵刚做了矫正手术嘛，这个度数降下来了，现在看得见了，看得见了。那，哎，这不对呀。我听杨说你们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。那既然你当时是个高度近视，你什么都看不见，那你怎么看见我们杨呢？对啊，怎么看见的？他脸大好认吗？你这孩子，
你太诚实了，我喜欢你这种性格。脸大，我姑娘明明是个小脸嘛。哎，卢卡，哎，那我又得问你了啊，你既然现在不是高度近视了，你什么你都能看见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你除了看见我们杨洋洋以外，还能看见其他别的漂亮姑娘？那不可能，阿姨，这个你放心，我是真的喜欢杨洋的。我觉得我跟他在一块儿特别合适，然后也特别般配，而且在一块儿工作特别方便。就是嘛，我一直在跟这姑娘说这事儿呢。哎，你就拿那么点工资，你又不是在做什么大的事业，对，整天回来我忙啊忙啊忙，你忙你也得考虑结婚生孩子吧？对，可不是。妈，饿了，您赶紧做饭吧。您别问来问去的，咱边吃边问吧。好啊，那阿姨我就做好吃的给你吃。哎，谢谢阿姨。卢卡，哎。你要死是吧？你刚才说谁脸大的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我没办法，你又不告诉我怎么办？我又没事。来，转过头笑一个。妈，您干嘛呢？偷拍，啊不，抓拍，抓拍。老同事问的太多了，总得给个交代吧。您别瞎拍，您拍你也别用闪光灯啊。哎，我刚才观察了，我怎么觉着你们俩不像别的谈恋爱的那样啊？你们怎么缺少一种亲密感？哎，亲密也特亲密。对。你说他今天这不是来见您，他拘谨了。你平时我们俩老腻歪。对。别动，就这么腻歪着来一张，1、2、3，成了。我们在一起多少年了？从英国开始算，快8年了。8年，这么久了。我这几天一直拼命的在回忆，我在英国的时候爱上的那个人，到底是不是你？现在做的这些脏事儿，让我觉得恶心。金晨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谈恋爱不是为了钱，我自己吃穿够用，我犯不着去做有钱人的老婆。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你想回国之后做这个做那个，当时我觉得很高兴，我愿意跟着你，不管有钱没钱，至少我们能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那回国这些年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你忘了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除了喝酒泡妞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跑到这儿来给我上课了哈。那我也跟你说说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我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用不着每天坐着地铁去上班，蹲在街上吃麻辣烫，为了点蝇头小利从人脑袋打成狗脑袋。对不起，这事儿我干不出来，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这只能证明我们家比你们家有钱，所以你得去上班，我用不着上班。咱俩结了婚以后，你也不用上班啊，你想办法帮我把钱花了就行了。你觉得我们还能结婚吗？我不是这种人。那你是哪种人呀？跑到这儿来跟我谈奋斗，奋斗来奋斗去，你为的是什么呀？当你们还在起跑线的时候，我已经到终点了，我跟你们不是一个境界。
我不需要。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。你要是敢就这么走了，咱俩就完了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我们结束了。我哭过又笑了，笑着对自己说，也不是非他不可，找个理由就忘了。或许沉默久了，变得口若悬河。我梦过又醒了，醒着对自己说，希望你为自己而活，别把生命都错过，你还有那么久的梦要做。小卢，来，吃菜。谢阿姨，谢阿姨。你妈，您撑死他得了。小卢，我这么称呼你合适吗？合适合适，阿姨您想怎么称呼都可以。哎，我想问呐，你父母多大年纪了？他们是干什么的呀？身体怎么样？我爸是个军人，我妈是个医生，然后俩人现在都退休了，在家玩呢，身体都挺好的。哦，那见过杨洋洋吗？见过。对杨洋洋满意吗？那肯定满意啊！我这么人见人爱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对。对你满意，我也就满意了。小卢，今天呢，我也算是见过你了啊。我想跟你说，杨洋洋呢什么都好，就是性格呢有些孤僻。你年纪比他大，你一定要多担待。我不孤僻，还不孤僻啊？都快4岁的时候还不怎么会说话，我每次叫他杨洋洋，杨洋洋，他就喵喵的学猫叫。上了中学还是那样，有一点小事就哭，有一点小事就哭。有一次呢，他们班开班会，他呢唱个歌，唱了个那个《还珠格格》啊，《还珠格格》的一个插曲，跑调了，咵，全班哄堂大笑，脸上挂不住了。放学以前呢，趁人家不注意啊，把全班同学有一个算一个的书包，哎，都这么点口，全划一个遍。哎，特别像他干的事儿。您这事儿记一辈子了。我当然要记一辈子了，为这事儿我付了不少的钱呢。小卢啊，刚才我烧饭的时候呢，你们俩跟我说了半天，什么怎么认识的，怎么谈的恋爱，现在又在创业，需要资金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我都听进去了啊！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？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你们2个都要想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要等到什么婚前想得很完美，结了以后呢又后悔。你怎么当谁都是您学生啊？你听人家小卢说嘛。阿姨，我不会后悔的。杨洋洋不孤僻，他这个人。就是有点小人性，有点小敏感，但是他心地很善良，就只要不把他逼急了，他还是很宽容的。你的意思就是你不但喜欢他的优点，也喜欢他的缺点？对，我喜欢他的缺点，我喜欢他任性，喜欢他发脾气，喜欢他歇斯底里，喜欢他有时候像个男人一样。我有时候倒是觉得，如果他要是个男的，我俩肯定是特好的哥们儿。所以下半辈子跟他在一起，错不了。行了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就完全放心了。哎，为你这个说法碰一下。哎。
我的意思呢，今天晚上你们就住这儿吧。住，就不住了吧？这怎么不住呢？你们在外头也是住，在这儿也是，在哪儿不是住啊？啊，你俩没住一块儿？我住了，早就住一块儿了。我是说，一会儿呢，咱们吃完收拾完以后呢，你们好好的再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投资啊，什么收益啊，什么入股啊什么的，就是你得让我啊，我这个出钱人呢，我得知道我的资金花到哪儿去了，怎么花的。我高兴了，明天早上就把钱给你。行，妈，妈您多吃点，吃完再来聊啊。来，好嘞，快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说话呀！他瞧不起人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纳兰把我打了。谁？李龙啊！纳兰，他把我扔池子里了。国正，吃水果啊。宝贝，回来啦。哎，有情况。纳兰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打架了。和谁打架啊？京城。你们俩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俩分手了。分手？为什么呀？在英国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回国以后要做个公司，比他爸还厉害。回来以后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他什么事儿都不做，像个蛆一样活着。他说，让我跟他结婚以后，把工作辞了，和他一块儿好好想办法把他爸的钱花了。他说，我还在起点的时候，他已经到终点。他还说，他随便和哪个三流小模特睡，都让我别介意。有人跟人过，没人跟钱过，所以我跟他分手了。给金振邦打电话，他儿子要干什么？你别激动，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打我？我那儿没跟他来真的。不识抬举，我要花钱找有的是比他漂亮的。老爷让我告诉你，你和纳兰的事解决得了就解决，解决不了你回香港。我凭什么回香港啊？我还没玩够呢，我喜欢这儿。董事会有人提出来，这儿设了分公司，开销太大，又没有业务，
建议裁撤。你愿意留在这儿呢，你就给老爷说，老爷答应了你随便，但是分公司肯定撤销。那不行，那公司没了，我在这儿就真成废物了。哎，老董，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，出出主意，我必须得留在这儿。你真肯听我的主意？你说呀。我觉得纳兰说的对，你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。江山不是你打的，钱也不是你挣的，你还年轻，你再这样混下去，混成个废物，谁都救不了你。不怎么着，纳兰打了我一顿，你也想打我一顿啊？少爷，大家亲近你，是看着老爷的面子。是，你当个寄生虫，寄生几辈子都没问题，对吧？可你想过没有啊？寄生虫也有寄生虫的苦恼啊。哦，你寄生在别人身上，又不听别人管，别人一旦怒了，不管你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老爷早晚要退休，你接他的位子，那些董事们不服你怎么办呀？这次来之前，老爷半夜里长吁短叹，睡不着觉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呀？我跟你说实话，老爷之所以把我留这儿陪你，就是看看你能不能改变。你问我怎么办？解决的办法在你，不在我。行，不就看我闲着那帮人蛋疼吗？搞点小项目，挣点小钱，我会。行了，我要么不干，我要干我就干个大的，我吓死他。Hello， 那总，哎，我回来这么一琢磨，我有件事没办好。现在女孩不都流行减肥吗？我就这么顺口一说，我可真没有说你胖的意思啊。你的身材太好了，就跟那个跳芭蕾舞的一样，所以我这人不太会说话，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，行吗？我生什么气呀？你这个反思来得很及时。我跟你说，以后千万别随便见着姑娘就让人减肥，女孩最反感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的那个报告你看了吗？什么报告？就是我软件开发的可行性报告啊。可行性报告？对不起啊，我可能给弄丢了。丢了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总之情况有点复杂，我就不跟你解释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现在再发一份给我，发到我 email 里，我在职务范围内了解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。行，没问题。郭敬明，我希望你的项目能成。如果洛菲斯有机会投资的话，这样也算是双赢。好嘞，谢谢你。那我等你信儿吧。行。纳兰，真是死行。
不同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